Hello， 各位回到 Star Seesaw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我们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星际种子传讯，我们要看一下内心小孩目前最需要什么，你想怎样玩转通关这个游戏呢？那今天呢，我们会通过卡牌来连接一下大家的内心小孩，来看一下他的活动、他的言语，以及宇宙和高我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声音，来帮助我们内心小孩进行疗愈和释放能量的同时，打通我们当下的关卡。而在这个8月当中呢，我们面临着群星逆行啊，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从冥王星到海王星到土星到水星，都全部在一个逆行的状态。而这个阶段呢，十分的考验我们的内心真正的能量啊，算是心理素质啊，或者说我们心灵的新能量。所以今日我们会通过卡牌，首先连接一下我们内心小孩。那在未来的占卜当中呢，Starcy 也会帮助大家来连接一下我们的高我和我们的祖先。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整体的能量清理和大疗愈。希望可以通过卡牌传递大家需要的讯息的同时，希望大家更多的在最近这段时间关注我们的心智能量，关注我们内心世界和感受，及时的释放、调整和看到光与爱。宇宙爱你们，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那下面呢，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进入选牌之前的冥想环节。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安静的环境，花几分钟的时间跟 Starcy 来进行这个冥想的连接了。通过冥想呢，让我们首先的是整理我们的个人能量和磁场，对齐我们的各个脉轮，把注意力和能量集中在我们的中心。通过爱与光的提示，让我们得到整体复原的同时，也清除负面的能量。那如果需要时长比较久的冥想，大家可以进入 Star Seesaw Healing 的频道。在任何时候 ，Starcy 为大家而守候。好，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也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好调整我们当下的能量场，来调动我们整体的心之气啊，我们把气聚合，我们把心力再次聚合，来进入我们今日的选牌以及读牌的环节。好，大家可以调整呼吸，那轻轻的放松我们的身体，睁开双眼，来感受一下我们面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好，今日我们的主题是内心小孩目前最需要什么？你想怎样婉转通关这场试炼？好，这个你指的也是高我版本的你。我们要通过今日的卡牌来看一下我们内心小孩的状态，他的言语，以及我们可以怎样调整和调节。好，我们有3组选项，那大家可以根据卡牌以及下面的参照物来进行选择。有些朋友会有点迷惑啊，到底是选牌还是选择下面的参照物呢？首先大家可以自己决定，对待哪一张牌或哪一个参照物是首先第一眼非常感兴趣和想要选择的。那大家也可以把卡牌和参照物看成一个整体，好，看成一个整体的画面，这样的话大家有可能会比较清楚和清晰的明辨。好，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我们的参照物是一棵鼠尾草。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棵鼠尾草，它的能量是如何的。好，鼠尾草是帮助我们净化和辟邪的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哦。好，中间的一副组牌，好，我们的参照选项是一颗羽毛。好，这是 Stacy 遇见的羽毛，所以会一直珍藏它。好，一颗淡灰色绒绒羽毛。这是我们的第2组选项。我们最右边第3副选牌，参照物，好，是一颗白色的6棱珠水晶。一颗白色水晶石。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能量来进行对应和选择。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感应的呢？哪一副组牌又是大家第一眼想要触碰和翻开的呢？这就是你的第一直觉，没错了。如果对于多副组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也可以排一个优先顺位来听取一下。有可能你的讯息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因为我们是一个大众占卜，一个 general reading。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好，选到我们左边的第一副组牌，一颗白色鼠尾草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内心小孩目前需要什么或想说什么。你想怎样婉转通关目前这个关卡或是游戏呢？我们今天会通过神谕卡和塔罗牌来帮助大家共同连结和解读这个题目，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一组的朋友们。好，对应白色鼠尾草，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神谕卡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给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好，我们看到是26号 Practice Freedom， 练习自由。我们看到金色闪闪发光的雄鹰正在打开它全部的羽毛，翱翔入宇宙的天际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有光和彩虹的信号，星星点点的光晕。第一副牌的朋友很多是星际种子Star Seeds， 你们有可能会在现实生活当中感受到很多被拘谨和不自由的情景、规制和场面。然后内心小孩在告诉你的是 Release the weight of judgment。 好，你们需要把评判、审判的这个重量给轻轻的放下，因为你们的心是无限自由、无限闪光的。
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很有斗志的人哦。你们内心小孩其实有可能从很早就会有一个比较高的目标，比较傲然群雄的一个状态了。而在这个浩渺的宇宙当中呢，有你们想要去追寻和守护的东西，所以你们投生到了娑婆世界这个三维世界。那我看到内心小孩的背后闪着非常高的光，你的灵魂来自非常高光的高维度，也有非常光的能量，有可能是大天使和守护灵、祖先在背后指导着你。你们的生命的可以说宿命啊，是必须展开双翅，你们也必须穿越之前的束缚、磨难和打压。那我看到有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时常觉得并不只是一种孤独感，还有一种负罪感会拖住你们啊。很多时候在做问题的选择调整的时候，当你们内心小孩想要发生的时候，你们也会先去判断一下这个是非对错，以大人的姿态去要求自我。内在的自我在告诉你啊，你们需要把这个所谓审判的是非对错、黑白平衡、二元对立这个印象放下，因为你们的灵魂是自由的。好，你的天性是自由，你的天性是翱翔，你的天性是骄傲和闪光。因此在这一个结界，这一个当下，内心小孩和宇宙也正在告诉你，你需要重新练习该怎么让自己自由了。好，如果现在很多朋友你们还在这个可以说是牢笼的边缘，打算去做一个突破边缘的时候宇宙要告诉你，你有无限的创意，你的内心小孩其实是天之骄子啊，以这个天之骄子的姿态去飞向你想要的未来，甚至你可以垂直上升，而不需要通过太多的比如说其他的跷跷板啊，其他的攀援等等，你就可以直冲云霄了。所以你有没有告诉自己，你可以试炼如何自由，像你可以去试炼自己不断在三维世界如何成功一样。学会了自由，第一副牌的朋友，有可能你们会直接获得非常高非常强的奖誉有可能你会在三维世界当中突然通关。好，我们看一下副牌用一套魔法卡来帮大家解释一下目前你们内心小孩的困境是什么呢，或者说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看到 The Bridge， 好，雾蒙蒙的，仿佛是清晨还是起雾的白天。我们看到远方有一座桥，然后有静静的这个松柏好矗立在水边湖边等等。我们看着这一座桥，好，有点暗，有没有？我们看到这一座桥，内心仿佛受到了一定的拘束因为我们看到主牌是大翅膀和大金光可以说是自由自在、一览无余的浩瀚星空，随你们去驰骋。而第二张我看到你们仿佛内心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芥蒂以及阻碍，让你们觉得连这一座桥，连这一个沧海都飞不过去，更何况展翅向上呢？其实第一副牌的内心小孩，你们的路径是直线向上的。我们看到雄鹰有没有？它直线的展开翅膀，它的目标是远方，是星空。而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会误以为你们需要飞过哪一座桥，你们需要走一个独木桥，你们需要走钢索，你们仿佛视野在被遮挡。我觉得一些朋友有可能你被隔离你会跟这个三维世界有点距离感，或者说你的亲情关系、原生家庭的这个关系，也会让你觉得你需要更努力，你需要更独立，才能够去完成什么。好，你从始至终都是如此自由，你不需要去完成什么高难度的动作、高级别的跨越。也有很多朋友，你的路不只是一条，不只是你要过一条桥罢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桥是很远的，而且在雾当中的。好，所以拨开云雾你才能够看到最远的风景，这是内心小孩在提醒你的。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这个塔罗牌，来看一下最需要的是什么，想说的是什么，好吗？连接一下我们自己好，我们内心小孩最需要的是什么？ Five of Swords， 宝剑5号的逆位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好，我们把卡牌先整理一下吧。因为这张牌一颗小小的，好，我们把它先放在这里大家这样可以看得清楚吗？简单调整了一下，下面我们继续抽牌。Oh my god， Ace of Swords， a Strength
and Page of Swords， 好多宝剑。我们继续看一下啊，目前需要的是什么啊？不是永远，有可能是这个阶段你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好多宝剑卡出现啊，我们取这一张卡牌 The Devil in Reverse， 很可爱。好，我们可以看到2张 Major Arcana Strength and Devil， 好吗？2张大牌，力量和恶魔牌。这组牌的朋友风向蛮强的，水瓶、双子、天秤，有狮子座，有摩羯座啊，可以参考太阳上升、月亮或金星。今天我们看内心小孩有可能偏向于你的月亮或你的上升。好，内心小孩目前最需要的是一场胜利，而是非常简单，一场胜利或者是接近胜利的机会，接近更高平台的机会，接近资源的机会。我看到你们其实非常现在非常需要取得某一方面的知识，或者说某一个成就和奖杯，然后以此为一个真正的跳板，去降服你内心当中的不管是不自信、自卑、压抑，还是一种罪恶感。最近这个阶段呢，第一副牌朋友，你们在寻求成功的很闪亮的那种感觉，你需要让自己真正的证明自己，并站在舞台的中心。有些朋友如果在学习在通关的话，你们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是你们需要让自己去取得更高程度的智慧更高程度的智慧呢，有可能是3维世界我们的一些certificate， 比如我们考一些证照呀，我们去学一些什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做法。第二点就是它有可能也非常的需要你去给予最大的关注。关注它什么？关注它是聪明的，它是智慧的，它有办法帮你解决问题，而不是压抑它的声音。所以有些朋友在你们生活比较忙碌的基础之下，你们也需要去考虑一下内心小孩有什么样的智慧想要体现给你，因为他们是足智多谋的，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因为这当中呢，有可能有一些帮助你们去解决问题和通关的非常重要的法门。那内心小孩当下呢是需要被证明的，所以一些朋友最近会在内心深处你们会更寻求那种安全感，寻求那一种存在感，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干脆就是会敞开你们内心小孩真实的样子。那如果这个阶段里边我们在事业和生活情感里边没有一个很高的突破的话，有可能会有点要抓狂的意思，或者说要强势的去扭转这件事情的态势已经展现了。好，也有一些朋友内心小孩其实需要的是你们可以非常健康的理解他的规划，也理解他的被需要，你们是相互需要的。所以看着这样 strength 我们直接可以看到内心小孩，好，他在跟一只可爱的森林之王在一起。好，这是一种依赖和依偎有点撒娇的感觉，当然这也是一种十足安全感的体现。那我觉得这边有很多宝剑牌出现宝剑1号 Page of Swords 宝剑侍从牌代表了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内心小孩其实并不关注你周围的人在说什么，他们的言语他们在做什么等等，你们内心小孩其实是非常专注的，他只专注于我们看到彩虹他是否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去取得好这个彩虹糖一般的宝剑，或者说彩虹糖一般的奖杯，并且把它展现给世人。然后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内心小孩是非常肯定你们的，你们的做法，你们当下正在去面对的，你们的选择等等都是非常尊重的。更多的其实需要的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偶尔关注一下你们内心当中有可能是亲密关系和依赖关系方面的一点点需求，但是我认为这个需求并不是极高的。比如说我要依赖我的某一位亲属，我的某一位恋人，某一位友人等等，这个依赖关系本身就产生于相互的认同。好，如果你的内心小孩在被自己认同，有可能他也会更多的被其他人接纳。我们说内心小孩是什么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只是你心中的你的一部分。好，你的这一部分有可能是在你的儿时，或者说你的人格个性海底轮形成之时，它幻化出来的某一种能量，并且需要我们当下高度的合一。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认为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有一个求知好动但是又非常聪慧温柔的内心小孩，
你们需要的是释放内心当中巨大的恐惧，你们不会被任何人和能量所否认、所不接受，但是能够去接受你们，让你们感受安全的只有自我，好吗？有些朋友你们在过这个心桥啊，不管你的心桥在哪里啊，不管你的心桥是什么，好，你其实并不需要去跨越它，这只是你的一个梦境或你的一重可以说三维世界的感受吧，理想或一重幻想。好，你的内心小孩喜欢的是好云霄直上的感觉啊，直接向上冲的感觉。好，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啊，想说什么，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待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说呢？ Ace of Pentacles 金币1号的逆位， Five of Cups Eight of Swords， 天哪，我搞砸了什么吗？我们失去了什么吗？是不是有很好的机会我没有帮你把握住，反而就是经常让我们的世界非常凌乱呢？有的时候只是我累了，不想争取了，有的时候只是我有可能不愿意承担，或者说不想承担，有可能会拖累你的一片雄心，拖累你的非常高的能量。但是在这里呢，我仿佛也好没有地方可以发泄，无路可走啊，无路去寻求这股能量的来源。好，你的内心小孩想对你说，有的时候是 sorry， 有的时候是可以抱抱我吗？其实是一种孤独状态。还有就是他不喜欢承担过重的责任，他不喜欢做好比较矛盾的一些选择和不喜爱的东西啊，他确实是不愿意承担的，所以反而会让你在面对一些工作、一些选择、一些理性的大人的判断面前，内心中是纠结的。比如说你是否委屈了自己，让自己去做一些你能力和能量范围以外的负担啊、承担和承诺呢？好，这些责任会让你感受到如履薄冰，也感受到非常的自责和委屈。好，我们下面再看一下牌啊 ，Two of Wands 权杖2号的逆位。想说什么？我们再抽一张哦。飞出来了。等一下，好 ，Knight of Pentacles， 好。内心小孩想告诉你的就是，无论你的成功和失败，你都要接受自己。就像他也正在试着让自己接受自己一样，你愿意去接受他吗？会搞砸的，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叛逆，有的时候有可能会中途放弃的，中途停止某一场游戏的内心小孩。因为我看到他其实需要你世界当中一定的秩序，需要的有可能是相当稳定的一个环境。你这边看到金币1号，这边我们看到 Knight of Pentacles 金币骑士牌，这也代表了你的内心小孩其实想说的就是，他可以来稳稳的、温柔的支持你，不再发生抱怨，但同时也是一样，你们的目标和你们的恐惧要合一。那恐惧在合一的过程里边，也要渐渐的排除。好，所以你们的果决啊，宝剑1号，需要什么？需要果决。如果说现在需要被安抚的是什么？是你们有可能之前的一些愧疚感、一些失败，还有一些无法通关的这个遗憾，留给你们的，让你们会觉得，因为我是不是还没有成功？我是不是现在能力还不够？我是不是永远都做不成这只金色的好巨鹰？好，雄鹰的鹰啊，金色的雄鹰。好，展开翅膀。来连接我的大天使，寻找在我最高度的能量，你们是可以的。有些朋友最近是比较闷的，好，内心小孩想说，他想去一些新的地方，看一看美丽的风景，只是静静的看一看就好。所以有些朋友可以出去走一走，散散心，陪伴一下自己，疗愈一下自己。好，如果在过去在情感当中你反复有一些自责，内心小孩告诉你的就是你非常需要果决的放弃，去拥抱自己。因为放弃与不放弃只是你内心当中的一个感受，一个想法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啊？不一定你要非得产生什么样的行动。当然果决的去进行判断和断舍离，或者说是果决的去进行
合一嘛，那我们就干脆去做。这是第一副牌朋友完全可以在未来3个月当中体现的。那内心小孩想说的就是，你们可以稳稳的，你们可以慢慢的，反而这种仓皇的决定和压抑啊，还有的时候是一些委屈，会让他觉得无力承担，也会让你觉得在成功的路上，在做自我和释放自我的路上，有的时候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没有接近你的云霄，好吗？好，这边我们分析完了，还有内心小孩想对你说，不要自责，不是你的，或者说不是我们的，该放弃完全可以放弃，因为你完全拥有，你和他完全拥有美丽的一片天空。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非常需要一个温柔稳定的成长环境。好，下面我们再洗牌来看一下啊，通过高我来看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去翻转当下的这个游戏，就不管现在是情感上、事业上、生活上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我们度过的。好，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啊，来自高我的大我的智慧啊。Page of Swords， 宝剑侍从的逆位，这边我们看2只宝剑侍从出现2张啊，这边是一只猫咪，好，这边是我们的一位公主。好，宝剑侍从是风象星座。好，第2张 Four of Pentacles， Eight of Swords。好，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这场游戏呢？这个游戏指的就是当下的事情啊，3维世界的事情，感情、事业、财富啊、健康等等，就是我们的关啊。好，看一下我们该怎么去对待。Six of Cups。好，我们再抽一张 Wheel of Fortune in Reverse。我们再抽一张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 ？Magician and the Three of Swords。你们累了，累的时候你们只要停在原地。如果最近有一些事情让你们觉得是合理范围之外，但是又让你难以控制的，甚至会把你过去的扎心、过去的有可能是救人呐、人际关系种种问题给曝光出来，这只代表了现在是一个你们需要去高度自我释放和合一的时候。最近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如果你们在稳下心来做大事的话，有可能你们会觉得啊，事情是会按它的流程一点点进行的，不快，但是你们仿佛呢就打不开你们的任督二脉，总是没有办法在最关键的时刻灵感涌现解决问题。因为我看到其实你们在情绪上有很多负累。那高我的意见就是，当下不是一个对于第一副组牌的朋友能量非常畅通的时期，有可能运势的大门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在有点摇摆。什么时间啊？8月，就这个月份。未来来看这个影片的朋友，这1个月里边，所以也可以看到啊，最近的8个星期，其实也约等于1个多月当中呢，第一副牌的朋友不要做过大的一个判断，你们需要保守为主。保守为主的意思在于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在做一些事业上的突破呀，我想要去进展呢。当你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先去搭建3维世界的桥梁，好，去连通，去沟通，去基础的看一下这些事情的脉络，而不是非常慌忙的，或者说勇莽的对，有点勇武的去过快的解决。因为我看到其实你们现在有一点等不及了，会有一些事情你们当下必须当机立断。那整个牌的意思在告诉大家就是 Page of Cups，Page of Wands，Eight of Wands in Reverse，King of Pentacles。我再看一下你们想成为一个更高版本的自己，你们想觉醒高我的能量，但是欲速则不达。好，当你们开始不断去追寻这个结果的时候，这只是目前的我们的这个阶段里边的过高期许。为什么？因为这个饭是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的。所以当很多朋友你们看到了更高的目标，甚至是更高版本的你想要急速合一，反而宇宙在告诉你 No，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走。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你的内心小孩确实想要直线飞升了，但是高我的意思是，有些事情来得太快，反而它不是祝福。
有一些福报来得太快，反而一些朋友承接不住，它会变成一些负面的压力和打击。所以你们需要还是一样，找准自己的目标。在这一个阶段，我们看到3张4重牌啊，4重牌其实也代表一种尝试，尝试去沟通，尝试去理解啊，尝试去解决问题。有不少朋友有可能最近你们和家族的阳性能量、长辈，或者是在感情当中就是阴阳能量，有可能是阳性能量的一方，男性的一方，男孩子这一方啊，跟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当然是男生朋友来到这一组也一样可以去连接一下。这不平衡其实是属于在实力和能量上的一种较量。那我觉得在最近这段时间，一些朋友你们非常需要处理的就是欲速则不达这个问题。你们是要欲速的，但是啊，如果我们调整这个欲速，就是我想快快搞定，我想快快飞到，变成了好，我要集结我的能量，通破这个关口。如果这个关口之前还有一些问题，我去集合解决，有可能你们真的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呢，我看有可能是4到8周左右，你们会非常成功和成就。这边看到是 justice， 也就是未来2个月咯。很多朋友你们将会迅速的成就，也会很快的实现你们的理想。但这个过程其实是要有那么一点曲折，甚至是惊起波澜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最近在尝试飞升啊，飞升的意思就是在历劫嘛，比如说有一些问题，你们需要快速的克服它，并且来到下一个 level， 下一个高度啊。这个历劫就是你们心中的欲望，爱情的欲望，财富的欲望，事业的欲望，名望的欲望，自我表达、自我证明的欲望。好，这些欲望只是你的一个关，只要你看到它，都不一定看淡它，你看到它，看到真实的你在欲望什么，你在怕什么，好，这个恐惧就会真正的被你搜查到，可以说是像是查阅这个系统中的病毒一样，你会查阅到那个病毒履历在哪里，并且真正的跟它划分界限。所以内心小孩现在虽然是有一些急了，但是高我在告诉你的就是不急不急，这一切是一个爱的过程。但是8号牌代表了你们有可能在一个临界点，但不需要3张8号啊 ，Eight of Swords，Eight of Swords 2张牌然后这边我们看到 Eight of Wands， 这个意思就代表了你们其实并没有被困在原地，只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我这个工作困住了我，这个情况困住了我，这个地区困住了我，这段爱情困住了我，你没有被任何事情困住。好，只是你在当下非常需要爆发你来自于高我的非常高频率的最纯真的能量，而欲速则不达。所以给自己我看到是2个月的缓冲期。有些朋友最近是非常情绪化的，那高我在告诉大家，就是尤其面对爱情问题 ，Oh my God， 我们这边出现很多 couple Queen of Cups and King of Cups， 我们这边看到了 King of Swords。King of Pentacles 有这个水的组合，有这个土火的组合，这边有水火的组合圣杯侍从和圣杯公主。那宇宙告诉你什么？无论这是你的神圣伴侣，这是你的 Twin Flame 双生火焰，还是你的灵魂伴侣，宇宙在告诉你们其实走在一个对的路上。这个路一定是会有冲撞的，因为我们看到黑马和白马本身他们有自己的节奏，如果要调平他们的节奏，一直是对的。好，我们这个世界的万变就是永恒在改变，所以说我看到一些朋友，其实你的意识2个意识在发生对冲的时候，你们有可能会吵架，会冲突，有可能是亲密关系比如说在爱情以外是事业的是人际关系的，是你自己内心在打架，对，都是有可能的。但没有关系找准你内心的天平，做你应该做的。你们是十分的被保护，也十分会保护自己的。那也有不少的朋友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觉得你们会有点要搬家、要转职或离开一段感情的意味啦。就是你的某一个巨大蜕变一定会产生。内心小孩其实他在促成这个转变，因为他很伤，他很痛，他已经不想再拿住这个金币1了，他的这个猫猫爪有点痛了。所以其实呢，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其实你们只是要安抚自己，告诉自己，无论你有或无，你都是拥有的。你有或无都是拥有，代表你本身就拥有，你并不是在去取得抢夺争取什么，这条路本身只是你在寻找自己和平平静静在做一些事情，起初的一些波澜罢了。
你可以安抚好你的内心小孩，也代表了你可以降服内心当中的某一个障碍，越过你的桥，真正的找到闪亮的空间，直冲云霄。而闪亮的空间是什么？高维度的，是可以让你们全新体验的。恶魔牌是让你们有可能是放弃掉某一种控制的，这个控制会让你们匮乏和更多的想要索取。比如说我想要控制我的一个感情，在沟通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在非常和谐非常爱的一个状态，我需要对方一直理解我，一直理解我。但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想法会让你处在一个我是情绪匮乏的。好，在客观意义上来讲，我们是匮乏的，因为我们在索取。所以索取这一个信息呢，也会让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本我也好，内心小孩也罢，都无所适从。所以这边内心小孩需要你们 Devil in reverse， 放下、放弃掉一些恐惧、干扰和控制的欲望。还有就是一些东西，如果你不需要拿，如果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取得，那你就可以放下。我们之后再拿也没关系，我们之后再去争取也没关系啊。然后周围人对于你的评价，你希望建立一个非常好的风评啊，或者说非常好的一个社会影响，我认为这其实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但我认为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包袱有可能是偶像的包袱，你们需要把这个包袱放下，因为你的本身就充满了高光啊，金光的智慧。你们跟大天使 Michael 连接很深呢。然后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如果你们觉得我怎么都不顺，我怎么都不开心，我点开自己的影片，我的内心小孩在告诉我什么？在告诉我什么？抱抱自己，稳定下来。你们需要接纳现在自己的状态以外，好，再去接纳你的外界。那我觉得你们的心有这样的一座桥，有可能也代表了你的欲望来自于哪里。比如说我和亲情有一座桥，那有可能我和我的未来的人际关系啊，尤其是在工作当中，上司下属的关系是破落的，是处理不好的。好，因为这个地方它埋下一颗疑问的种子。那也有一些朋友是我和亲情的依赖关系处理不好，有可能我和伴侣的关系会变成控制。如果我不控制它，我感受不到爱，甚至我感受不到任何一点安全感。而在金钱上也是一样的，这座桥是你是否可以真正的富裕富足，不管大家现在的存款怎么样，现在的薪资怎么样，你是否有债务，这桥在告诉你的就是你总是不够的，好吗？所以你们是够的。所以这个时候好，他只是想告诉你 release the weight of judgment， 没有任何的事情会评判你，会否认你啊，会给你太过的重压。而你们现在也需要给自己做减法了，需要解压了。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这个神谕卡给我们的建议啊。这边我们看到星座有土象风象比较多一点，当然这边刚刚水火也出现了啊，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可能面临的问题和实相是对宫星座的。比如说你跟对宫星座谈恋爱，或者说你会遇见跟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但外在的事情并不是很重要。今天我们看的是你的小孩，你的内心小孩，你该如何疼爱他，你该如何在这个时候去疗愈他一下，在打通我们的所谓的任督二脉和脉轮，打通我们可以拥有的最高能量，去战胜目前的这个困难为什么说是困难呢？因为我看到 Wheel of Fortune， 一些朋友可能觉得我怎么都冲不破这个世界当中的某一些阻碍我的，我总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做不好。欲速则不达，你已经到了一个8号的临界点，我们知道8、9、10就是最后的临界点。那你冲关突破了是什么时候？我认为是未来2个月。所以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会在心灵上和个人成就上起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你会最终通过这个关卡 Queen of Wands， 你会成熟，然后你也会像这个 Practice Freedom 像我们这一只金色的大雕一样然后向上，真的是向上了然后这个也是同步和合一你高我的能量，你有可能可以下载到非常多的宇宙的讯息有不少朋友我认为其实你的指导灵超爱你的，还有你的祖先千万不要忘记。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牌。第一张我们看到是 Healing Light， OK 40号我们看到是光这组我们看到26号、24号和40号几个数字然后这个光的信息其实很美，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在这套卡牌当中独一无二的。好，只是云彩和光，没有其他场景，所以你们是光之工作者和高光的存在。但如果要觉醒你们的光，在三维世界必须承载痛，你们必须要对处一些奇怪的人情事物关系，让你们可以怅然的去领略高光能量是什么，然后将它带给众人。
好，所以这个 Hidden Light 代表了来自天堂，来自宇宙，来自于你的高我，最高的光正在照耀你，你从来都没有灰暗过。好，你没有失败和破落过。一些朋友最近你们可以连接你们的治愈之光，在冥想当中啊，我认为这是非常高维度的。一些朋友是5维度的家园，一些维度是7维度的、9维度的。总之，这个光的能量是我们看到粉色的彩云背后啊，它在治愈你啊。一些朋友在梦境深处会被治愈，你的身体啊，你的细胞构成啊，然后你的经脉脉轮啊，有可能正在被渐渐的照亮啊，有可能一些阴云和负面的压力正在被驱散。你们要选择光哦。为什么？不是说我们的卡牌在看光与爱，我们就要选择光，因为我觉得你的灵魂的选择是光。如果这边我们刚刚出现恶魔牌是，会让你们在某一个阶段感受到沉沦和痛苦的，你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去理解那是什么，并且越过它。那第2张牌也非常简单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路标啊 ，Never give up。好，永远都不放弃啊！这是你的内心小孩在说的，宇宙在说的啊。然后我们看这边是 phrases， 也就是说你们正在打开一个新的章节啊，然后宇宙正在给你这个 motivation， 给你动力。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已经躺平蛮久了，我动力在哪里啊？我确实想做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你们内心小孩并不想放弃，蛮好奇蛮求知的，但是他有可能有一层恐惧，就是我做什么有可能都会做搞砸，或者说我不喜欢承受搞砸的那些结果，有可能会有比如说过去的家人师长等等这些能量啊，就制约你们能量，会给予你们非议，所以你们有可能敢想，但是在做和合一的这个阶段有可能会有点急躁。那宇宙告诉你就是永远都不放弃，不管现在你们在试了几次。好，宇宙给你们满满的能量啊，没有这个路标上满满的能量。所以说很多朋友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你的一个加油站，加过油之后，你的祖先将会帮助你去调整你的方向，越过这座桥，你将会到达一个非常新的阶段。这边我们看到 Four of Cups and Five of Wands， 最近只是你的一个小阶段罢了，有可能生活会出现一些插曲，或内心小孩还是会想要你去进行更高的一些突破。而我觉得你们的突破只不过是允许自己做自己，看到你的欲望，并且看到了之后会怎么样？哦，原来我的欲望是这些，然后你就会了然于胸，并不把它放在心上了，对吗？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方法。那看到还有什么信息吗？好，允许自己做梦啊！如果你们有梦想的话，你们梦想呈现和成真是一定有机会的。水星金牛12宫，木星狮子4宫，你们加起来运势很好的。如果最近要搬家，可以搬得不错。虽然说好事有点多磨啦，但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经济和财务上，现在有可能会承受蛮大的一些压力。你想要去做的事情，有可能也是蛮需要花钱，蛮需要累积的。这个时候考验的是你解决问题的乐观度。这个双商啊，智商、情商会因为乐观而产生。那这边我们看到 motivation 也代表你的动机和活力，你的永动机在哪里？在心轮上啊，所以你的心轮得到光了之后呢，会得到智慧。一些朋友会有偏财运，有一些智慧会，有一些方法去处理你当下的一些难题啊，决断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压力方面的，那我觉得很多朋友啊，你们在最近这个阶段当中，水星的狮子11宫，原焦点，你们确实是要解决内在的一些问题了。原生家庭内小孩的问题，也是你们的人际关系的一些问题，是你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道卡牌。那我觉得希望通过这道卡牌来帮助到大家。那在这个月过后，我认为未来2个月之间有一些问题，它会自动的透明的被解决，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就化解掉了，因为你的心中不再对这件事情再有隔阂，所以这也是学习到了，经历到了就等于学习到了，不代表你非得要去做什么，好吗？好，我看到这个24的数字啊 ，OK， 好，最近的1到2个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只要你们当下还没有在放弃。意念上的、行动上的不要放弃，你们会得到成功的结果啊。
好的，这就是我们看的所有卡牌，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卡牌连接大家内心小孩和高我，帮助大家传递需要的讯息。祝福大家最近这一段阶段啊，我们这个星星逆行的阶段啊，然后也是可以去找准我们的目标，解决问题，开心、平安和幸福的。祝福大家可以在未来这个阶段跟光一起完成更高的合一和疗愈。Starseed 支持大家，非常感恩跟大家建议的共同学习。我们今天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好，选到我们的第二副组牌，好一颗羽毛的朋友们啊，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是内心小孩目前需要什么？你想怎样婉转通关目前这个关卡呢？我们会通过神谕卡和塔罗牌来连接大家内心小孩和高我，来解释今天我们的讯息，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二组的朋友们。好，对应一颗羽毛啊，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19号 This is never truly the end. 好 Beloved, in this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被爱着，全然的被爱着，在这个爱的感受当中，一切将会都是最好的，都会被解决的。那你的内心小孩在说什么啊？ This is never truly the end. 这都不是最后的结局呢。所以最近第二排的朋友啊 ，Sorry， 你们在面临什么样的一个转折吗？你们有可能当下正在去走一条崎岖的路，还是说你要背过头来一个人走呢？比如说面临的分离，面临的独立，面临了你人生当中很大的决断和课题。那有可能一些朋友在当下这个阶段啊，你们也在面临的上一个 cycle 的 ending 吧，上一个阶段的结尾。然后那些小孩在告诉你，就是哪有什么结尾啊？只要你被爱着，任何事情都会以你最快乐的方式去组合、建立和成立在你的世界当中。我们看这个丛林当中的这个影子的形象，有没有它很像是一个 master， or 它很像是一个好大菩萨，好，或者说是一个光的使者的天使的形象呢？好，所以你的内心小孩在指引着你啊。虽然这个道路有一点点的崎岖，或它要有点弯绕，但是你会沿着这个光的方向向前去走。这一切如果是被爱的，任何时候、任何境地、什么样的状态都会化解。任何的事情都会以最高的方式变成一个完满的结果。Everything will be okay， 一切都会好的。我觉得第二排朋友你们拥有一个很慈悲的内心小孩，很慈善。如果当下还是一样，你们在面临的是一些决断的然后情境的话，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结束，这还没到一个结束的时候。但是你需要允许自己高度的感受到爱和被爱，就是自己爱自己并感受到这个爱的时候，在这个爱当中去酝酿你最高的情绪。有一些朋友看到这有种曲径通幽啊，还有曲径通幽的感觉，有可能道路是曲折的，事情有可能会不像我们想象当中那样顺利的进展，但是这永远都不只是一个结束。好，你的开始还正在打开，好吗？未来是非常光明的，所以你的内心小孩其实是很乐观。好，然后他在给你的一个信息是 hope， 一个希望的信息啊。忘记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副牌在这边啊。OK， 水逆的大家也原谅一下 Starseed。这边是 The Garden Snake 啊，我们抽了一套好的小的魔术卡，来看一下啊，目前的这个能量是怎样的。我们看到 Garden Snake 就是在花园当中有一条小蛇。好，这个影像很像是一个好高维的灵魂，很像是夏娃一样，正在接触这个蛇。其实这个信息代表了你周围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利于你的人，有可能你接触到的是一些谎言有可能是一些背叛或一些误的局面，让你整个人在这个阶段里边有点应激了。应激反应出现的时候，你会自我保护，然后你会激动，有可能会有愤怒的情绪。好，这个蛇和这个女孩的形象其实也代表了伊甸园。伊甸园里边蛇启迪了亚当和夏娃去吃智慧果，所以我们人会感受到酸甜苦辣咸，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然后整个的一个在高维世界的神的信息世界里边的一个承载和生活方式就被打破了。好，因为我们人类是在向下觉醒了，向下。好，那这个时候看到的这个 snake
也能够感受到，有可能你们会在人生里边看到欺骗、谎言，看到真相，看到一些人的另外一面，你们会痛的。但在这个花园当中，什么万物都在生，万物生长，有蛇，好，有鸟，有树，有花，有草，任何的事物都在以它的方式生长。所以我看到你周围的人在伤害你，其实只是他的本能罢了。紧接着还有一些朋友，如果你有一点恐惧，就我没有遇见坏人，但会不会遇见呢？出了这张牌代表了什么？代表你内心当中对待世人和对待这个花园是有恐惧的。好，你的内心小孩在说，好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这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内心小孩未必真的受到了，比如周围人的攻击啊，或一些负面的情况真的受伤了。相反，有可能是你的我啊，你的本我在这个过程里边是否愿意真正接纳这个课题和接纳自己，甚至不抱有过度的愤怒、不安全感和怀疑的去解决当下的，或者说在内心当中整理这些事情啊。我觉得第二排的朋友隐隐约约感受到你们的异性缘不错，桃花源不错啊，但有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觊觎你们的美和觊觎你们的丰盛的人啊，所以也要辨别啊，有的时候要辨别一下。好，下面我们真正的来抽牌了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内心小孩，他当下最需要的是什么？好，他的需求我们要先看一下啊。The Tower in reverse， 好，逆位的塔牌。The Moon in reverse， 两张大牌耶。By the way， 这张 Moon 有没有很漂亮？我们看到圆圆的月亮上有一只独角猫咪哦。其实这个猫咪应该两个是一样的长相，因为这边有一只角嘛，所以是觉醒一个完整的自己啊。好，我继续再看一下啊。或面对阴暗面啊，面对我们内心的阴暗面，好，很可爱。你继续看一下。OK， 这边我们出现是 Four of Wands， 权杖4号，内心小孩需要什么？我们看到的 Sun， 太阳牌，太阳和月亮都出现了啊。再抽一张，好多大牌啊！第二组 Page of Wands， 权杖骑士的逆位。如果你们累了，你们是可以放弃的。如果你们只是打算在家里面躺平，玩你们喜欢玩的，我觉得你们其实是懂得用最高的方式来疗愈自己的内心小孩和合一的。所以内心小孩在你们的范围之内是安全。然后有的时候呢，在面临一些抉择、一些恐惧和干扰的时候，第二组内心小孩是直接型的，直接爆炸。所以你们其实本身的脾气啊，本身的对处情绪压力的状态，就是直接一个直接简单透明，好吗？这边太阳月亮同时出现，其实你们是阴阳合一的灵魂。有很多朋友权杖4号代表了一种内在的稳定，而塔牌代表稳定的结束。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的内在小孩有的时候是非常求稳定、快乐，然后滋养的啊，并不需要比如说更多了啊，其实是容易满足的。因为我们有没有看到这几只逗猫棒？有没有很可爱？有没有？还有追老鼠的。但这边我看到追到老鼠的小猫咪有没有？因为这边也有老鼠呀，它会怎么样？它依然是好在向着它的方向去看到更新颖的，看到更高的去追求。原则在于它这只小老鼠代表降服吧。所以我认为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内心小孩其实够简单哦，够可爱，够率真。那这个简单可爱率真是非常高频率的。并且也能够让你们真正感觉到快乐，所以打开你们阳光的一面，去活泼，然后去搞定当下生活里边的一些可以说是纷扰和之前的一些可以说是琐碎的局面吧，清理一下。然后在最近这个马上要满月的时期，特别是这个8月的满月啊，太阳在狮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太阳在天上，我们在葵花田里边静静的躺着。好，你们在这个月会受到滋养的，不管出去玩还是社交，我觉得你们会用你们的方式去取得你们想要的快乐，不需要任何外界过度的给予，甚至外界过度的关注，你们就可以非常的自得其乐，安享你们的舒适，并且爆发出你最高的能量。因为内心小孩一旦是贴合你的，你们会更容易
内外合一，以合一的状态，在面临任何情绪的时候，你们会很快的找到症结，并且将它解除。所以什么让你不耐烦，什么让你感觉到不安全了，什么就是你的症结。这边其实在第2组里边呢，你们内想要其实不喜欢太大的变动，太大的折腾、周折等等，他们只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连接这个世界。因此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阳光雨露，我们可以看到安全感，你可以看到一种非常高度的自我认知带来的安全感。所以我认为第2排的朋友，你们已经接受自己了，自我的接受，自我的肯定之后，然后就是一种自由的体现，自在的体现，这是内心小孩需要的。第2排的朋友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暴躁，或者说不耐烦，或者说寻求安全感和以外也寻求新鲜感啊。因为这边有 Page of Wands 是逆位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新鲜感的构成，比如说学习一些新的事情，到一些新的地方，也是你内心小孩的需求，好吧？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啊，他想说什么，我们再把他的言语给大家传递一下。好，内心小孩想说什么 ？Page of Pentacles, the Hanged Man。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啊，下的卡牌是什么 ？8 of Wands， 权杖8号的逆位 ，the Emperor in Reverse， 国王牌的逆位。然后我们这边再飞出来一张是什么 ？2 of Cups。好。你总是在很专一的、很专心的，甚至在我已经不耐烦，在你内心小孩已经不耐烦的时候，依旧认真的履行这一件事，所以内心小孩觉得有点闷了。他认为呢，成熟的你好，本我版本的你其实是非常体谅、体恤周遭人、爱共情的，但他其实不耐烦于这一点。The Emperor in Reverse and 2 of Cups， 他其实并不需要的是成就，或者说过高的一个规制化，他其实需要的只是共情罢了。所以说内心小孩的言语在于，好可爱有没有？好，我们的国王牌旁边有一只可爱的，应该是羚羊啊，这边变成小绵羊。也就是说，你的内心小孩在国王牌是逆位的时候，他并不需要任何高度的管制、高度的权利、高度的成功，他们需要的是共情。好，可以跟朋友喝一个下午茶，可以和周围的人喝一个下午茶，并且能够真正的交流出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渴望自我表达是他们的语言。他们想问你累了吗？他们看到最专注的你的时候，想要为你出一份力，但是心里总是不由自主的觉得这是无聊的，想要依托当下的这一个可以说框住他的局面。那我认为第2排的朋友，你们的性格其实是两面的啊，但是好的两面啊。我认为其实你们在生活里边是在非常专注、认真的做自己，而且有可能一些朋友是工作狂啊，是自我要求非常高的。有些朋友会有一点点的强迫啊，比如说我要强迫这个环境是非常清洁的，我要强迫这个时间表，整个的 schedule 是非常完美的。好，你的内心小孩其实有的时候觉得没事，坐下来，然后其实是不必赶的，起码我看累了，是这样的感觉啊。那我觉得其实内心小孩也有很多时候通过他的方式在跟你沟通啊，比如说让你去玩喜欢玩的游戏啊，有可能你心中突然有一个想法是，我可以不听他的，我可以不听指挥，我可以不去做这个最优秀的小孩，我可以去做我自己的，好吗？这是他的声音。那我觉得更多朋友在这一组里边需要的是最大的共情，所以如果生活里边你们没有找到这个共情的话，你们会一直去找，无论在感情里边，还是在友情里，还是在事业里边，能够达到跟你共情和理解你的人，你会无条件的去跟他合作，甚至里边并不一定带有最高的利益。就是如果这是商业的话，如果这是工作的话也是一样，你会去寻求最适合你沟通的人，然后最理解你的人，有可能是变成好朋友，或是去谈恋爱，但是你们受不了枯燥，所以那个小孩想对你说的就是，你会认真的去做事情以外，也千万不要忘了认真了解自己，认真了解我哦，给自己一点时间，并且，也可以去寻找到这个懂我的人，懂你的人，我们可以一起用最轻松的方式理解对方的。
是非常充沛的，所以他需要充沛的情感支持啊。当这个支持到来的时候，他不会非常好，就让你非常尴尬的想要去反击这个外界的现状。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是虽然做事认真，但是是比较火辣的，有可能你们的语言也是比较直接的，有可能你们会直接的不喜欢你就会去拿出你的态度，也会去顶撞上司啊、家人等等，这个没有关系，因为你那些小孩不喜欢始终如一的制式，那这个制式和这个方法会让他觉得极其的无聊加委屈，好吧？所以这就是他想说的。我认为其实第二排的朋友，你们内心小孩的语言就是最直接最可爱的语言，而且没有什么需要猜的。然后我觉得第二排朋友，你们内心小孩并不阴郁，好，并没有很大的这种比如说原生家庭的问题在爆发，但他只是有的时候本身会想要去反击这个世界的某一种规则，所以你们在内心里边不是没有叛逆心的，甚至一些朋友，你们既是认真做事，也是有叛逆心的人，那你们未来是比较容易自成门户的啊，自成一家的，比如说独立做老板啊之类的。好，那这边我们看一下，好，这个我们传递完了，我们看一下我们应该怎样婉转通关呢？这个是来自高我的信息了啊，我们来把这个信息先传递给大家。有可能也是需要这种共情吧，有些朋友有可能共情错了对象，或者是最近你们会觉得一些人会让你们不能再信任了，你们会有点焦灼等等啊。但是 it's never truly the end， 这永远都不是结束和结尾。或者这些朋友在爱情里边，你们遇见了这个伤痛，或看到了对方一些无法包容你内心小孩这么天真的渴求的人，有可能他有他的内心小孩的问题等等啊。所以我们也破解一下来自高我什么样的讯息来给我们。好 ，The Fool in Reverse 逆位的愚人牌，我们看一下下面一张 The Star 星星牌。好，我们再继续抽一下 Magician in Reverse 逆位的魔术师牌。都是大牌有没有啊？我们再抽啊 Nine of Cups 圣杯9号。这边我们飞出来金币7号。好，我们把牌整理一下啊。Wheel of Fortune， 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其实本身我看到这个能量场，其实你们是相对来讲，在问题的处理和能量上都是比较正向的，所以当下的一些你们的梦想啊，只是在随着时间去集合罢了。还是一样，你们需要给自己一些耐心并且更高的去合一你的愿望。这个耐心并不一定是等待时间，有的朋友是等待你的归一呢，就是归一是归到了最高的一个频率的位置，调整这个频率，你会自动的下载在高维度你正在去显化和许愿的任何。所以高我在告诉你的就是，当下这个阶段有可能你并不需要向外去求什么让你不满意和委屈，让你控制不了，反而就是这个是你的一个关啊，金币7号，你要耐心对待这件事情，你要耐心对待这个树苗，它哪里生虫了，它哪里没有营养，它哪里生病了，而你们需要去关注的是这棵树苗它本身的一个状态。这个树苗是首先是你的身心灵健康，第二点就是事情的本色。所以不乏有一些朋友，你们看到了一些问题想要跳脱出来，那我看到有一个有毒的人事物，一个有毒的情感链接啊，那我就赶紧跳出来。其实显化这个链接的，去看到这个链接的人，有可能是你本身。所以呢，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责怪自己，这个没有任何责怪，这只是在找到我们真实状态，并且去真正扭转它的一个巨大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决定性的，决定了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最近这段时间能不能更快的完成这个合一，去高度显化这个5维度的理想，来到这个3维星球，而你们是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员。第2牌朋友，你们也是一样啊，首先是不要放弃。OK， 愚人牌逆位是不要放弃掉，魔术师和圣杯9逆位就当你不满的时候，不要去控制它，不要去让小我的不满的这个思想，因为魔术师是一个水星嘛，
不要让这个水星的想法来占据你的心轮，你需要看到的是顶轮非常高的光在哪里。你们是向光而生的人群啊，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光，这边粉红色的啊，这边我们看星星也是光，那这边看的 snake， the garden snake， 好，一直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好负面能量，我们也可以看到光在上面。因此其实你看到的任何问题，只是你内心的有可能是不安全感和不满意的某一种显化。所以在这个牌里边，就第二排的朋友，你们的问题要自己去寻找，并且呢耐心的将它一点一点的好把土重新的拍平，加上水，然后等待它重新的发芽。因为你们之前投注的非常多的理想，非常多的愿望，本身就在宇宙的愿望池里边，你们要不要显化哪一个，是你们当下想起哪一个，还是不想放弃哪一个，总之就是重新的去拿起来，好吗？那我们再看一下高我还有什么其他的话要说啊。一些朋友在最近要转运了，然后是未来的半年里边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具体的信息。Five of Wands， 一些朋友最近是非常忙的，琐事缠身，还有一些朋友最近是竞争比较激烈的，你会遇见来跟你吵架、来跟你争夺的人。看一下啊，然后我再告诉我们什么。Knight of Wands， 权杖骑士牌 ，Six of Swords，and 教皇牌，非正非逆的飞出来。你再抽一张啊 ，Two of Cups。这边我们直接2张圣杯2号啊，还蛮巧的啊，我们抽一张就是了。那很好啊，首先沟通和相互理解、共情是完全可以给你解决很多问题的。所以呢，如果现在比如说感情对象也好，是生活里边的同事也罢，合作方也罢，不能共情你，非常需要寻找共情你的人。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内心小孩其实需要的是高度理解和共情。如果是比如说过去的一些亲人呐、你的家人呐、你的好朋友能够提供给你，你们也可以去寻找他们一下。这个不是你在宣泄和倾诉什么，也不是你在寻找什么意见，你寻找一份共情这就够了。那第二点就是在竞争里边，当你们内心的能量是充足的，你们可以独占鳌头，也就代表了其实你们完全可以取得任何竞争的胜利，取得任何的机会，甚至意想以外的惊喜。你们需要放飞自己的理想啊，放飞的意思就是我允许奇迹的发生，我允许意料之外的更美的事情、更好的事情发生啊，我允许不遵循过去的规制，因为这边教皇和国王都是逆位的嘛，就是这是很过去的规制啊，让你不自由，让你感觉到不良善的一些安排，你完全可以跳跃它。那有更多的朋友，我觉得啊，你们是不喜欢被束缚和拘束的，比如说喂你要这样做，喂你要那样做。所以如果你碰见严格的长官和一些严苛的工作学习环境，这是会让你感到不舒服的。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是个不能共情的人，不管他个人能力和他当下在做什么，他如果是不共情和有点比如说可以说怎么讲呢，传统或一点点迂腐的人啊，打双引号，不能共情你的人，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提供给你最高的情绪价值。当然了，在寻找情绪价值的过程里边，第二排的朋友，你们需要识人和辨别一下，因为周围有一些人其实是对你有一点嫉妒和攀比之心的，所以当你们去沟通的时候，你们要找的是灵魂伴侣啊，而不是其他的对象，好吗？那最近如果有要争取工作的话，争取工作争取得来的，但是就感觉有点吃力啊。为什么？首先是环境因素，第二点就是你的许愿池里边什么都有，你们要专心致志的显化哪一个呀？那么多星星，你要去连接哪一颗呀？所以这是第二排的朋友啊，高我在问你的。还有就是现在就不是一个结束，现在是一个转运期，所以 be loved， 你感受到爱和被爱，去被爱吧。如果是选择的话，你去被爱吧。在这种被爱的感受以及愿望当中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所有的事情将会以你想要的方式发生。其实第二排的朋友，你们是幸运儿啊，你们是 the lucky star 啊，这边我们看到 star， 这边我们看到命运中的 lucky， 所以其实你们会掌握到那种平衡和显化的最高钥匙和基本的，可以说是宇宙的规则和规范。整个的一个过程里边，你们并不需要过度的学习，或者是过度的，我觉得花时间清理只是清理罢了，比如说冥想啊、打坐啊、修行啊，但其实你们的这种灵魂的觉悟和开窍只是一念之间。也有一些朋友，你的灵魂伴侣马上就要来咯，
在你不再期盼的时候。但是还是一样，有这么多愿望，你要不要显化这一刻？所以你的灵魂伴侣在你生活的现在是外援，他马上就要进入你的世界了。好，我们就这个 The Snake Girl The Garden Snake，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牌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Knight of Swords and Star， 也一样你不是权杖的宝剑的骑士，然后你们是一颗星星有没有？所以你和周围的人的频率不太一样，你的磁场不太一样，所以有可能周围的人会觉得你有一点异类，或者说你的性格是有点个性的、小众的。然后我觉得你们只在追求一个最高的理想有可能你们也会把你们的工作、生活、情感都理想化。他们如果一旦你发现了只是我们平凡的入世的俗人，你们会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所以其实我看到只是你的与众不同，会让你周围的一些人或者说一些事情跟最开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罢了。那我觉得第二排的朋友，你们非常需要放弃的是这个你要不要做异类的这种恐惧。我认为你们是完全 OK 的，你完全可以做自己的。所以好，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解决好吗？就是你可以和周围的人是不公平的、不一致的望着你最高的方向去显化的、去合一的。但有的时候还是一样， Knight of Swords 代表了你的我行我素，你的一些言语，你的一些直言不讳，是不是有的时候会伤害到一些人，而让他们反向想要伤害你？我认为还是一样，第二排朋友你们有智慧，因为你们说出来的话其实是初心非常好，但是人接受话语的能力人本身我们只说三维的人不是说高维的，我们每一个人接受话语的能力有限，所以这也代表了你们需要敞开心轮去做更好的沟通，好吧？把这个星期送给大家。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第二组朋友什么建议和指引这一组我看到火象、牡羊、射手、狮子，看到水瓶座。好，然后这边我们看到火象星座在这一组的，金牛座也有在这一组的。很直率，很可爱，内心有点固执，其实很天马行空的灵魂在这一组，好吗？很可爱很喜欢那样的能量。那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这个星期是什么？建议和指引这两张牌有没有这个色度差不多淡灰色或者是银灰色。好，这是一个接地的磁场脉轮场。接地就是在我们的海底轮底下，我们跟大地相连接的这个磁场。第一张我们看到就是很简单，你的内心小孩告诉你12号牌 relax relax， 你的整个的顶轮的光环在显现，所以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张牌很像一个女祭司，所以当你轻松的时候，你可以 channel 到宇宙非常高的频率，然后你也可以去通过这个方式去显化，以及充满想象力，让你的世界非常的就是具有高度能量的合一，并且这个 relax 之后呢，你会发现新的一条路往哪里去走。第二张我们看到是 rainbow， 这是我们感受到的rainbow 什么 miracle 奇迹，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光斑。好，在这个冰箱上，这边我看到一些这个字母和数字首先是6号牌，然后我们这边看到2和9的数字。好，字母是 KCRBEV。好，大家有没有一些名字等等是吻合的Hope 对待不管是关系还是你当下关心的事情，你要充满希望，因为这只是有可能是你在冰箱上的涂鸦，你的内心小孩在你心上的涂鸦，但它代表了你内心当中真正在显化什么。Rainbow 代表的是有意想之外的好事发生，你会看到非常美丽的，非常就是跟你之前的想法合一的高维度的一种显化和成功。所以的 star 代表了一些朋友在未来半年，你们是容易去显化出来一个高度梦想的。这不一定只是一个工作，只是一个情感关系，是你整体的一个生命状态。所以对待这个生命，这个三维的生命一样，在高维世界也是一样，永远抱有这个 hope， 这个希望，就是你们可以去感受和体验到的了。这个过程本身就极其的有质量，然后也是能够让你去重整和学习到非常多的，可以让你散乱的，有的时候有一点急躁的内心小孩真正的稳下来。所以不少朋友，你们对待当下的事情要抱有希望，然后你们要对待未来也是一样抱有一个在过程当中的感知和觉知力。每个都是过程，每个都是过程，那我让这个过程
是更好的，导向一个更美好的结果，因为这个结果是随着你的心发愿而显化的，好吗？祝福第二副组牌的所有朋友啊，我们看一下最后有什么补充信息啊？对待 ，Oh my god， 对待我们这个后呀，我们看一下水星天蝎12宫啊，北焦点的摩羯2宫。首先是你的言语、你的感受容易成真，就是你有这样的一种灵验的显化和灵验的预言的功能，所以水星天蝎12宫代表了有可能你的感受和你莫名其妙说出来的和想到的东西啊，就是对，它是一个实相啊，它是一个真相，它是一股能量，所以语言是有能量的，你的感知力是非常准确的，你有可能会帮助其他人得到他们需要的信息。第二点呢，北焦点的摩羯2宫，一些朋友如果最近经济上面临紧张和压力，以及一些反复的困扰的话，宇宙在告诉你们，这个经济问题在未来一定是可以解决，但是需要你们非常踏实的，甚至是学会如何去积累和积攒。所以这个时候对待财富我们是谨慎的，并且呢，一些朋友在未来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去重新攒钱，重新积累财富了，这个时间已经到了。那我看到这个财富会帮你们完成一个你们最想完成的事情，会帮你完成一个梦想啊，所以大家可以给自己做一个基金啊，我的梦想基金，我内心小孩的梦想基金。那我认为在未来这个阶段，很多第二排的朋友，你们本身就是开悟的高阶灵魂呢，所以你们想要去做成的一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找到这个三维事业的支点，把它撬动啊，所以很多的事情它会以奇迹的方式发生，这看你们内心的色彩怎么叠加。如果说经济上存在一些危机和问题的话，在今年的10月尾开始会化解，到明年的2月有可能会真正的，你们会变成新一个阶段的，有可能是 OK 老板呐，领导人呐，或者说你们会变成新一个阶段真正的富翁。但是我觉得这个富翁是在精神层面上首先充足，首先丰盛，这种丰盛也会带动你生命当中的长期积累的丰盛。好，一些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了谨慎对待你的金钱，好吧？爱他，他也会爱你，给他以能量，保护他，他也会来保护你。那这个并不代表吝啬，而是一个长期计划、理性和适当的压缩，好吧？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非常感恩跟第二副左牌今日的共同学习，希望传递给大家需要的能量和需要的帮助，以及一些建议提醒，也能够帮助大家最高的完成疗愈。祝福大家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3副组牌颗白色水晶珠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内心小孩目前最需要什么，你或你的高我想怎样婉转通关目前的这一场游戏或这个关卡呢？那希望可以通过今日的卡牌连接大家的讯息，帮助到选择第3副组牌的朋友们。好，这边呢，我首先看一下对应一颗白色水晶柱，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一起来揭晓一下。好，我们这边看到的是41号 You can do hard things， 你可以做很难的事情哦。我们可以看到在云的海上啊，一只帆它正在起航啊，它正在可以说是目标非常明确的扬帆向前。那我们的天空上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斑斓的星空和一对蜻蜓，这代表了一个疗愈的完成。It's not as impossible as it may feel。 好， It's not as impossible as it may feel。 这件事情没有想的困难呢很多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最近想做什么？你们最近有了一个目标了哦，然后你有可能正在去为了这个目标改变自己，通过去实现这个目标正在去整理自己，有可能你们正走在路上不管你们的目标是什么，是事业，是人生的发展，是感情，好，这一切都是一个对的过程，你走在对的路上，并且你可以完成一些艰难的考验，这对你来说其实并不难这对可以说带着翅膀的蜻蜓也代表了，在这个夏季有很多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会通过一个自我的挑战去完成一次内心深处的疗愈。你的内心小孩其实是蛮想要去冒险和尝试的，并且在肯定和鼓励你。那我也看到第3副牌的朋友有可能这个时间段你们在面对的事情本身就有难度的，你们也会有点质疑能不能够完成
有一些朋友可能想要去远渡他乡，有一些朋友可能正在去做一些关于出行的或关于生活改变的事宜。这个事情有可能不牵涉到你自己，更多的牵涉到一个很大的层面，要经过很多的人有可能这是一个事业项目等等。但是you can do hard things， 你可以完全的去搞定和完成这些困难的选择。所以这有可能也是你内心小孩想要去体验的，或者说帮你去一起体验的。看一下我们的副牌我们看的是 The Palms， 就是棕桐树我们可以看到这很像是一张明信卡片然后在远远的街边的风景，我们逆着光，有可能看不到我们眼前的这些车水马龙是什么，但是远远的我们可以看到太阳以及比太阳还高的棕桐树。sorry， 是棕榈树吗？ Sorry Palms。这张卡牌是拍摄在LA 好吗？洛杉矶。然后作者说，在他第一次看到 LA 的这个树的时候棕榈树吧，应该是他会有一种非自然的感觉，觉得这种树不是生活在我们的三维星球上的。通过我们的查阅，我们可以知道，在我们人类到来的1000年、2000年之前，这棵树或这些树也已经完成了它们形态的集结，也完成了它们的成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能量面前我们可以看到一步一步走，我们可以做到很多。而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本身就集结了远古的智慧和高度人类的智慧，你们可以做比你们想象的更高更远的事情，就像这些树一样，在天际一样，在展露着他们的姿态，而且是很昂扬，每一个都很独立，非常具有生机的，好吗？这张牌也代表了让第3副组牌的朋友暂时拥有一定的耐心去一步一步走。你们想要看到的美丽风景应该就是在你转头的就是未来的某一个时候，你一转头，这个美丽的风景就会出现了。比你想象的简单，但是有可能它的个体流程或者说这个心路就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当下面临一些险境的朋友It is not as impossible as it may feel， 好吗？我这样说对吗？它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或感受这个 feel， 让你感受的那样困难和不可能，或者说不自然不真实。你可以通过你个人的调整去掌握你的船帆，走到你的方向上。下面我们看一下内心小孩在他需要什么。我们先看看需要Queen of Cups， Nine of Pentacles， 金币9号。这边我们飞出来的是 Page of Cups， 都是水耶，水的侍从，水的王后。Seven of Cups 都是第3组的朋友，水象星座很多，双鱼、巨蟹、天蝎。我们再抽一张 Ace of Swords， 出现宝剑1号了不错。这号牌代表了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内心小孩需要的是归属感和情绪价值，非常需要那个安全感，那个包容力。有可能是母亲，有可能是母亲一般的，或者说父亲一般的，可以去体恤你的人。然后你们其实在内心当中有很多梦想，每天都在比如说闲话，在造梦，在许愿，但有可能你们也需要在这当中找到一个重点。内心小孩其实现在最需要的是让你们去肯定自己，以及在肯定的过程里边呢，去找到你们的归属感。有可能一些人没法给你归属感和丰盛的情绪价值了，那你们可以给自己。我觉得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情上有点受伤害了，有点没法共通了，你们可以去找你们的梦想，在你的梦想，在你喜爱的这些事物当中，你会自然而然的得到灵感，并且得到一种解脱和得到智慧。最近这个时间段呢，第3组的内心小孩其实是有点委屈的，有可能你们也想暂时的不面对现实你们会觉得有一些问题在你的眼前，其实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解决，但你只是想要找一个地方靠一下罢了。所以最近呢，你的需求只是让自己获得一种安全感和疗愈。如果说周围的人没有办法给予我们这样的可以说是体恤吧，也可以说是包容吧，你们需要给自己。
所以现在你们可以呢更高度连接你们的爱好，并且呢适当的去抒发一下你们的情绪了。这个情绪抒发只是一个小过程，有可能是几天，有可能是几小时，之后你们可以很快速的开始去，我想做一些事情了，再去做。也有些朋友最近你们的创意感觉被挡住了，就是我的这个灵感在哪里呀？或者说我真的很烦呢，有点做不了了，有点做不下去，耐不住性子。所以内心小孩在告诉你的就是 Seven of Cups， 做梦时间到，多睡眠，然后你们可以去看电影，你们可以去看那种充满想象力的画册呀，小说呀，你会在里边找到属于你的一片空间。当然这个不是避世，你没有在逃避世界，只是有可能也有一些人给你带来的情绪压力，让你有点喘息不了，有点压抑，所以这种压抑会对你形成一定的情绪影响，甚至是身体上，我们说身心灵嘛，身体上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这是内心小孩需求的。好，第二点我们看一下内心小孩有没有想说的。Three of Pentacles， 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你们内心小孩其实也在寻求一个依靠，一个避风港，但是这个也是凭我们个人的因缘呢。有的是我们投得到避风港，有的是我们自己只能成为一个巨大帆船，选择去冒险。所以现在你内心小孩有可能也正在拉住你啊，你有可能非常需要出去冒险一下了。但没有关系啊，我们看一下他想说什么好吗？ King of Swords， King of Wands， 很勇敢的一个形象。我们再抽一下好吗？好，出现了 Two of Swords， 宝剑1号配宝剑2号逆位啊，一个意思，不要犹豫了，不要悲伤和惊恐了，不要委屈了。好，你在做的事情首先没有错，你的选择没有错，有可能跟你有摩擦的人和事情也没有错，你是天生的王者和领导者，所以当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全情支持你，甚至我投入其中。我喜欢跟你一起做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一起我们在做工作，我们在听音乐，然后我们在做畅想做计划。他认为你是一个极其具有领导力和胸怀的人，只是有的时候事情不完美的时候，有可能你会自我否认、自我贬低，甚至否认了之前你正在去做的非常多的美好规划。千万不要忘记将这些毛线重新缠一缠，重新的去整理一下这当中的线条。本身你并没有就是方寸大乱，或者说本来这件事情并没有到方寸大乱的地步。我觉得内心小孩其实在给你很大的安慰和支持，在精神上在能量上的这种支持，并且内心小孩想说的就是你要勇敢去创造属于你的人生和选择属于你的人生之路，而并不是因为谁的引导，并不是因为谁的期望，也并不是因为谁的对你的依赖，好吧？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其实你们是很善于显化的，但同时呢，这个负面的情绪有的时候干扰你们的情况下，你们也会显化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事件人出现在你的身边。然后那些小孩说，其实你们会有一点孤独但这种孤独有可能是注定的，因为当你呈现一个领导者的或者说国王的状态的时候，你需要让这个世界以你的方式去进行和进步，你需要去做这个规划和安排。所以You can do hard things， 你可以做难的事情，你可以做困难的事情，但是简单的情绪和归属感永远都是你最需要解决的。那个归属有可能是亲情上，有可能是爱情上的，有可能一些朋友交朋友也是友情上的，但它一定就是你的软肋。所以第三个牌朋友，你们可以分析一下anyways 你的软肋是什么，你心里最在乎那个人和那个关系是什么，能不能够去维护好它。那我相信其实在内心小孩这个范围里边，其实你并不依赖，你甚至高度的独立，只是这个阶段的你有可能还是在完成一个可以说是
内心中成长、蜕变以及提高的阶段罢了。我看到你们非常想证明你们是非常优秀的，你们想要让这个世界看得到，你内心小孩也是这样去想的。那我觉得第3个牌的朋友，其实你们是拥有这个基础的雄心壮志和实力的。也有些朋友我看到不一定啊，就是说因为这是大众占卜啊，但能量上来讲，你原生家庭的母亲或者是女性的角色有可能会干扰到你，有可能他们的期许会让你产生很大的情绪化，也会让你产生自我的质疑，但你本身具有自己的色彩。那我认为其他的人，包含了你最爱的人，对于你的期许是什么？这是你内心小孩的一个疑问咯。当然了，这在我们的本我或者成熟的人以及高我的层面是不一样的一个解法。所以当下我们只是把这个问题状态呈现给大家，把大家内心小孩想要讲的话讲出来，好吧？我觉得内心小孩在鼓励你放弃掉愧疚，去独立耶。好，那下面我们看一下高我的说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要看一下怎么婉转通关嘛。如果我们只遵循内心小孩，这婉转通关是肯定有一点点难度哦。所以我们看一下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该怎么做呢？好，我们要连接内心小孩，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理解和拥抱一下他，好吗？拥抱一下他啊。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一下理智的状态底下，我们该怎么应对和接受以及转变。 Eight of Pentacles 金币8号，我们看一下从高我的角度上来说， The Fool 愚人牌， King of Wands 权杖国王。你就是可以做难的事情啊，你就是可以接受困难的挑战。 You're King of Wands, You're the Queen of Wands， 你是权杖国王和权杖女王啊。所以说第3组的朋友啊，就是在这个月，就当下这个8到10月啊，一些朋友未来看这个影片，就是当下到未来这2个月期间，你可以去清楚的做出你的选择和调整了。然后你们需要摆脱的是情绪化，让自己呢非常通达的进行学习，有技巧的去跨越当下的障碍。如果说是选择什么，我觉得你们要选择自我的成长，先把 Knight of Cups 就是一些情感情绪情情爱爱的放在第2位，或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放下。因为我看到现在是你一个扬帆起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不是说大家就不谈爱情了，该谈爱情也可以谈爱情，但是如果这个情绪阻碍了困扰了你，让你的头脑无法清晰，让你在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难以决断，你需要只听自己的声音。看一下高我说什么。Queen of Wands， Oh my god， 这边权杖国王、权杖女王出现了。我们再继续看一下。The Moon in Reverse， Judgment 审判牌，这边我们看到 Seven of Swords， 我们再看一下啊。因为掉出来2张，我们再重新洗一下好吗？那你就帮我们选一张出现了 Ten of Swords， 宝剑10号的正位啊，这是一个要做断舍离的时刻了。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一个新的你在崛起的时候，有可能你在做的是一些决断，不一定说要你主动的做出什么样的，比如说我要断联我要离开一些人，我要离开工作。宝剑1和宝剑10是一个 cycle 已经结束了，你不能在原来的这个 cycle 不断的去循环，因为这样你的内心小孩会非常痛苦，很想哭，很闷的。我看到一些朋友他和你的亲密关系以及合作是有关的，所以如果是爱情这件事情，宇宙来告诉你，这个爱情只是一堂课题，让你变得更像自己，让你去和你的高我合一。你是无限自由的，没有任何人在拘束你，或者说没有任何人在打扰你对于未来的计划，只是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边会出现很多情绪化，你个人的，因为这边出现了圣杯侍从和圣杯骑士牌，你个人的情绪以及内在的委屈，积压已久的不甘，会让你在某个时刻爆发，甚至呢有可能会有一种要崩掉的断弦的感觉，特别最近在水星逆行。
所以更多的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你们需要聪明的去收集回你们的能量，你们需要不要忘了你的初心，也不要忘记你对一些事情最初的判断是什么。那如果是在个人发展上，我认为运程是不错的，也是有贵人相助的。如果是情感上的话，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情感在面临着一种升级，就是它不能升级，它只能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戛然而止或是灭亡。也就是两个人能不能往一个方向去走，这个终极的问题是这一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Page of Swords and Ten of Swords， 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暂时停止但停止是暂时的，或者说如果对方选择停止了，这是暂时的，考验的是 judgment， 你是否在这个地方可以觉醒和升级自己。这个升级也代表了生活里边你对待问题的看法态度，你的领导力的升级，然后也代表了你是否可以睿智你是否可以去掌控某一个局面。那当然了，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一个 junior 的状态，我们还在开始学习怎么就是驾驭这个帆船开始学习怎么疗愈自己，你们要给自己一点时间。所以我看到比较快的未来2个月然后再晚一点去进行这个 alignment， 就是明年的3月，好吗？就是未来的半年当中，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完成灵魂真正的改变，你们会成为真正的高高壮壮的棕榈树。那一些朋友我觉得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其实你们的灵魂永远都是跟大地相连接，非常充满希望以及神迹一般的生命像是神留在这个世界的痕迹一样，你也在用你的方式去把神的痕迹活出来。所以如果是你个人发展上的，我认为你们也会抛弃过去的想法，你们会重新做自己，因为新的牌已经出现了 The Fool and the Ten of Swords and the Ace of Swords，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个最大的觉醒，也是这个育人诞生的时候。好，所以有一些你们世界的东西在发生一些新的转化了，然后你们可以去根据这些新的转化，不管是工作机会、情感机会，还是你们可以去转变的，你们可以在当中显化出你们想要的东西。爱情、物质、生活状态、身心灵健康状态，你的追求是合一的，才是完满的。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是遇见了这个抉择的朋友们，高我在说什么？高我在说的，这是一个立体的合一的课题就是高我的这个它的怎么讲呢？它的机能和它的存在状态代表了它只是光，它只是存在，所以它不会用一个过度评贬是非对错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道理我们看到 Emperor and Temperance 女王牌，我的天哪， Temperance 节制牌和正义牌都是逆位的，你们在过一个人生大课题，人生观这个观的背后有可能有你没有被疗愈的部分，有你创伤的部分，有你缺失的部分，有可能是你内心小孩就缺失的部分，这是应该是跟母亲和大地的连接。那最近这2个月你是要花所有的心思把它找回来的，所以你要让所有的你在宇宙里边或过去现在未来每一年每一天的你，平行时空的所有的你都焕发出这个能量。 The Emperor, oh my god, Emperor and Empress, The World 世界牌，这是一种合一这是一种合一。所以如果一些朋友最近已经很紧张到了一个边缘，权杖10、宝剑10，你也需要选择了。刚刚我们也应该跳出来了金币10号吧，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在你们马上就要到一个转换边缘的时候，你们需要勇敢。然后一些朋友说疗愈是什么？就是我哪里受伤，然后怎么去疗愈？这个过程很麻烦吗？不的，就是只要你们确认和知道了这个问题点在哪里，你看到了它，你看到了你内心的伤害，你看到了你的无能为力，你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代表了2个蜻蜓，代表了一个高度疗愈和合一了。所以最后呢，这边也出现的是 Page of Cups 圣杯侍从，我们在中间也看到了这个猫猫圣杯的侍从，圣杯的王子，圣杯的公主。你的内心小孩其实是非常善良的，非常谦和的，不想让任何人受委屈的，但越是这样，你周围的人有可能越是没有办法做他们自己，他们有可能要分散注意力给你，或者说要去对你进行某一种帮助和关注，才能够去完成你的追求。所以在这里边第3个牌的朋友，你们内心中真正的成熟和脱敏
脱敏就是你不再敏感，你们是高敏者体质的人啊，这高敏感体质你们会脱敏的，因为你们早晚都要融入这个三维世界，而不只是生活在一个壳里。好，所以在未来这个10月，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会有出国搬家，然后展露自己的打算，有些朋友你们会要不然就是分，要不然就是合这样的一个打算，这取决于之前一个阶段的课题是什么。一些朋友的课题是合一啊，那就是找到你的神圣伴侣，并且去跟他融合。一些朋友其实通过分离，你会找寻到新的自己。那我们就用分离的方式去修这个课题，好吗？因为在三维世界没有最后的答案和结果，只要不是让我们自身和对方承受实质性的伤害，我们都是在用最好的方式去成全彼此。所以把这个信息也送给大家。我觉得第3幅的朋友你们辛苦了，看到这些牌觉得你们很辛苦，你们也有压力，你们也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但是你心中所感受到那个方向，我相信是没错的。而在星座上，水象双鱼、巨蟹、天蝎，这边看到火象的 couple 射手、狮子、牡羊座，这边有金牛，然后这边有天平。双鱼我们刚刚讲过了，就是这是你一个大觉醒的时期哦。有些朋友是风象的天平，大觉醒的时期在这个时候到来，因为我们的宇宙当下就在进行一个觉醒的合一啊，所以当我们要 alignment 到一个灵魂的高度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爆发，或早或晚的。有些朋友觉得最近过得蛮顺风顺水的，或者说我没有感受到那么大的一个委屈，恭喜你，你已经疗愈好了，恭喜你走在比较前面，你在大众占卜当中能量是比较前面的。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往一个更前面的角度去进行提升，所以我们也会以更优秀的更好的一个状态为榜样，一同成长啊。Stacy 陪伴大家，所以内心不焦急啊，我们只是慢慢来啊。然后情感关系我觉得你们会成长的，你会更像你，对方会更像他，然后你们有可能也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去爱对方。我看到有一点虐恋的意思，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分析感情的课题，只是告诉大家你们只是用你们的方式，不管这个关系呈现的是合还是分，你只是在用你的方式去成全对方，对方也是一样，他是爱你的，在灵魂上是爱的，好吧。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第一张我们看的是 Pray Inoru 36号、41号、7号这几个数字送给大家。最近你们的祈祷会灵验，然后你们有可能最近去一些庙宇、一些神圣的地方，有可能你路过一些庙宇和教堂，你会非常的心羡神往，走进去啊，去许一个愿望，因为神在这个地方召唤你，跟你连接。你们是宇宙的小孩，也是跟一些神灵非常有缘的小孩，所以你的愿望被听到了。如果之前已经许过愿的朋友们，你的愿望已经被听到了。不要忘记尝试许愿，尝试让更高维度的存在、更扬升的大师来帮助你解决当下的一些问题。好，这是第一张。第二张我们看到是 Feather Message， 我们第二组的参照物就是一只羽毛，所以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第二组。7号代表了一个智慧和经验和学习。然后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最近会跟小鸟连接，你们也会看到蜻蜓蝴蝶，这个就是告诉你们的一个讯息啦。你们最近的一些许愿有被收到哦，然后你们在最近的一些想法有被证实。宇宙在通过一些微小的物质微小的，比如说天使数字也算这些信号在不断的提醒你去聪明的做一个反应我认为其实你们是非常聪明和灵动的。还是一样，我认为你们在你们的面前难的事情是不难的，累的事情是不累的，苦的事情也可以是不苦的。只要你们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敞开你们的跟高我的天线来进行这个学习，我觉得你们会更快乐、更轻松。看一下最后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这边月亮双鱼10宫，我们这边是火星双子5宫。最近的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事业运会变得越来越好，一些朋友你们会得到疗愈以及学会疗愈，然后我觉得你们在内心里边这种慈悲和慈善在被宇宙回应，有更多朋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你的事业发展将会得到支持和支援，有可能你们也会学习一些新鲜的东西，这有可能跟疗愈和灵性相关联。然后你灵魂的母亲在连接你所以你们其实非常需要去连接一下灵魂的母亲、大地的母亲你的祖先当中的母亲 anyways， 其实我看到你在被母亲很大的关怀，
你们会得到能量的。第二点，火星双子午宫，一些朋友最近是比较忙碌的，还有就是你们会觉得闷闷的，想要出去走走看看。这个其实是就是你的内心小孩的一个声音了，午宫就是小孩的声音啊，所以内心小孩其实也需要你去做一些有趣的、有益于自己、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千万不要忘记了偶尔让自己去体验快乐和轻松，这才是你的本色，好吗？OK， 今天我们第3组的所有卡牌看到这里啊，希望传递给大家需要的讯息，也希望大家在未来一个阶段，虽然我们最近是吉星逆行了水星也在逆行，在这个阶段呢也是平和的、开心和快乐的，甚至是勇往直前的向上冲，完成我们这个觉醒和开悟的非常高的一个阶段。Starcy 在这里给大家助力，我们一起加油，也再次的祝福大家，非常感恩跟大家经历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